阳城大酒店，蓝若若订好的雅间里，战维已经在桌子前坐着，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束花，是他临时跑去外面的花店买回来的，就是一束很普通的花，等会儿送给相亲对象，让蓝若若像他是真心想相亲。下午再去花店，请人帮他做一束钱花，是要送给蓝若若的。先不管要他牺牲事业，他得先开始追妻啊。边追妻边带着阳泰公司转型，那样转型成功了，也能抱得美人归。毕竟他和蓝若若都老大不小了，他31岁，蓝若若29岁，他们的年纪在长辈的眼里已经是大龄剩男。000，战维的手机响了，蓝若若打来的，他连忙接听。战维，你在哪里？蓝若若是刚到酒店，她带着一名愿意相亲的年轻新职员，对方进公司才干了3个月，的确属于新人。才干了3个月啊，都被战维迷住。在这3个月里，战维来了几次蓝氏集团，他被抢了生意，特别生气时，才会跑到蓝氏集团来找蓝若若算账的。1个月可能都不会来一次，偶尔那么一次，居然都被新来的女职员爱上。用秘书的话说，像战维这种俊美的过分的男人，真的是一见就会被他迷倒，一见钟情的概率特别大。我在你订好的雅间里，茶水我都喝了1壶，你们还没有到吗？我都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。若不是为了蓝若若，战维真不乐意在这里等，一等就是将近1个小时。战七少的耐心是给他真正喜欢的人。我刚到，路上红绿灯多，又堵车，我马上通知他们上菜。蓝若若带着那个叫美珍的女孩子边往酒店里面进去，边回应着战维。进了酒店后，他便挂了电话。数分钟后，他便出现在雅间的门口，通知的外面等着客人叫唤的服务员，他的雅间可以上菜了。好的。服务员赶紧用对讲机对同事说道，蓝副总订的包间可以上菜了。蓝若若推门进去，见到战维坐在餐桌前正在喝茶，见到他来了，他也没有起身，依旧在喝茶。美珍很紧张，副总裁的秘书忽然问他是不是喜欢杨泰的战总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他是见过战维2面，算不上一见钟情，却也真的忘不了战维那张俊脸，那是他长这么大见过最好看的男人了，比他大学时的校草都要好看2倍。但他也知道杨泰与蓝氏集团是竞争对手，战维是副总裁的死对头，他不能去接触战维，也接触不到。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战维怕是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以为自己就是夸战维长得帅，见2次面就春心荡漾，被副总裁知道了，要开除他，不就吓了一大跳。他赶紧向秘书解释，他对战维没有其他想法的，他有自知之明，配不上战维。没想到秘书却说，如果他喜欢战维的，今天有一个机会给他，让他与战维相亲。美珍初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公司居然安排他和战维相亲，这是想用美人计吗？可是公司要用美人计，也轮不到他吧，他又不是大美人，公司里比他漂亮的女同事多了去。秘书解释了副总裁要安排人与战维相亲的原因，美珍半信半疑的，不过她考虑再三后，还是答应了副总裁，跟着过来相亲。不管副总裁说的是真是假，他都想来碰碰运气。战维也是一个打工人，但他通过几年的时间就混成了杨泰的老板。美珍进入社会的时间不长，还是有点天真单纯的，也没有见证过战维带着杨泰冲出困境的过程，只看到如今的战维俊美非凡，事业有成。他想着过来碰碰运气，说不定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呢。若是战维对他有点好感，就算会被蓝氏开除，他也能进入杨泰工作。所以美珍就来了。此刻见到战维时，美珍才相信他真的是过来和战维相亲的。来了，战维说道。他放下了那杯茶，人才起身请蓝若若和美珍坐下。
还多看了美珍2眼。蓝若若留意到战维这个动作，抿了抿嘴后才扯出一抹笑容，对战维说道：战维，美珍是我公司的员工，见过你2面，对你那是一见钟情，我就介绍你们俩认识，你们俩好好聊聊。美珍微笑的打招呼：战总。战维回以微笑，随即拿起了放在旁边椅子上的那束花。他起身将那束花递给美珍，说道：你说见过我，但我对你没有印象，今天就当作是我们初次见面吧。初次见面，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见面礼，便给你买了一束花，希望你喜欢。这束花都不用100块钱，是好普通的一束花，虽然没有代表爱情的玫瑰花。美珍也受宠若惊，连忙起身，双手接过战维送给她的那束花，笑着道谢。蓝若若看着这一幕，觉得2个人的笑容格外的刺眼，很想刺战维几句的。想着自己此刻是2个人的媒婆，她得忍耐着，最终没有讽刺战维。看着美珍抱着花束坐下，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，蓝若若撇撇嘴，一束花而已，用得着这样子吗？况且这束花一看就知道不值什么钱，他估计都不到100块钱，可能就是几十块钱。战维如今身家不菲啊，给相亲对象准备的是一束几十块钱的花束，太抠门了。蓝若若觉得战维抠门，倒是没有说出来。服务员开始上菜，蓝若若热情地招呼着2人吃饭，还特意对战维说道：战维，别人当媒婆都是男方或者女方请吃饭，你是第一个让媒婆请你吃饭的。战维似笑非笑的：这不是你欠我的吗？说着，他用公筷夹了1筷子的菜放到蓝若若的碗里，眼神深深地看着她，说道：若若，这是你喜欢吃的菜，你喜欢吃什么菜我都知道的。蓝若若说道：谢谢了，不过不要只顾着给我夹菜，你也要给美珍夹菜呀。战维看都不看美珍一眼，又给蓝若若夹了菜，嘴上说道：美珍小姐长了手的，她能自己夹菜吃，我就喜欢体贴你，若若。蓝若若瞪他：若若，你是不是想对我说什么？你说的太小声，我听不清楚的，要不你坐到我身边来。战维笑眯眯地道，还拉开了旁边的椅子，示意蓝若若坐到他的身边，这样也方便我给你夹菜。蓝若若又瞪他，他却是冲他咪咪笑。他当然不会坐到他身边去，他是媒婆呢，怎么能坐到他身边？再让他体贴的给他夹菜，那成什么样了？蓝若若笑着招呼美珍吃菜，对美珍说道：帮战维加点菜，他不挑食的，什么都吃，而且他厨艺很好，有幸吃过他做的饭菜的人都念念不忘，夸他做的菜很好吃。蓝若若是听说的，鉴于他和战维的死对头关系，他是没有那个幸运能吃到战维做的饭菜，只听那些吃过的人夸赞，他做的饭菜超越5星级大厨。蓝若若心里认为是那些人拍战维的马屁，不相信他厨艺真的那么好，反正他没有吃过，他就不相信。不过现在他是媒婆，总要将战维的优点说出来，极力的撮合战维和美珍。美珍，战维的优点不用我说，你都听说过吧？你看他年轻英俊，事业有成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和谁传过绯闻，私生活很干净，是个洁身自爱的男人，平时待人接物也很不错，是个很有修养的人。你们俩若是成了，你就等着享福可以了。蓝若若夸着战维有修养时，停顿了一下，因为在他面前的战维着实与好修养无关，想到他在别人面前都是很好修养的，蓝若若才会接着往下夸赞。他跟他是死对头，在他面前脾气差点很正常，他不也一样，面对别人时他很好脾气，非常有涵养，面对他时无所顾忌，自己怎么爽就怎么来，才不管战维怎么样呢。战维，美珍姓季，季美珍，这名字就很好听，人也很不错，你们俩从外表看就郎才女貌的，
美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虽说她还年轻，初入职场，在我公司里表现的也不错，再干上1-2年就会成为职场精英的了，在事业上绝对能帮到你。美珍的私生活也很干净，她说读书的时候只顾着读书，有人追求过，但没有接受别人的感情，她的初恋都还没有开始，对待感情也是个很认真的人，这一点跟你很像，我觉得你们俩可以相互了解一下，要不你们俩先加一下微信吧。蓝若若笑着提议。战维还是没有看美珍，他自己吃了点菜后，见蓝若若吃了一点，便又用公筷夹了2筷子的菜给蓝若若，嘴上笑道：慢慢了解了，再加微信也不迟。若若，你要多吃点，我觉得你最近都瘦了不少，工作压力太大吧，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你又不是接班人，天塌下来都有你哥撑住呢。战维说着，又拿起蓝若若面前的那只汤碗，帮蓝若若盛了半碗汤，然后放回到蓝若若的面前。这汤我刚刚尝了，挺好喝的。我是会做饭，不过工作太忙，以后很少有时间做饭的了。若是结了婚，可能还是需要老婆承担起家务活。蓝若若有点不悦地瞪着战维，觉得战维对这次相亲不满意，与季美珍一点互动都没有，不仅不满意，还对她体贴入微，总是和她说话，对她笑，这不是让相亲对象误会他喜欢她吗？这个混蛋！战维还是老样子，甚至在蓝若若瞪他的时候，他起身，探过半截身子，伸长手轻点一下蓝若若的额头，用着宠溺的语气说道：若若，你瞪人的时候过于严肃了，我还是喜欢看你笑眯眯的样子。蓝若若一巴掌拍开战维的手，人跟着起身，冷着脸对战维说道：战维，你跟我出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战维笑眯眯的道：在这里不能说吗？蓝若若不理他，转身出去了。战维只得跟上。美珍从头到尾都没有机会和战维说上2句话，战维也不看他，他看着走出去的2个人的背影，苦笑。副总咋会给战总做媒，安排他和战总相亲？战总的表现分明就是喜欢副总的，他过来和战总相亲，不过是能蹭到一顿饭吃，战总对他压根儿就没有意思。叹口气，美珍拿起公筷，给自己加了2样他喜欢吃，但平时舍不得吃的菜，因为太贵了。他刚上班不久，收入一般般，还没有那么多钱来这里消费。听公司的老前辈说，阳城大酒店的饭菜很好吃，服务也很好。身为蓝氏集团的员工，他是第一次走进阳城大酒店，第一次能在这里吃饭。算了，相亲不成，就吃好喝好吧。本来他对今天的相亲就不抱希望，战总太优秀了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样一个小职员？战总喜欢他们副总裁，他们俩才是郎才女貌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虽然2个人是死对头，也可以从相杀到相爱的嘛。季美珍想通后，便好心情地吃他的饭，不管外面的那2个人要说什么话。还好他对战维只有点好感，还不算爱。相亲回去后，他要跟公司其他爱慕战总的同事们说一说，提醒他们不要做白日梦了，战总不可能喜欢他们任何一个人的。蓝若若走出了雅间，带着战维走到外面走廊的尽头，他停下来，转身就骂着战维：战维，你存心的是不是？你不是真心想相亲，你不想相亲早说吗？用不着我费心给你安排相亲，天知道为了给你安排相亲费了多少时间，我那么费心给你安排相亲，你却这样做，不和相亲对象互动就算了，老是对我体贴入微做什么？刻意让相亲对象误会咱们俩的关系吗？战维被他一顿骂也不生气，很好脾气地说道：若若，你别生气，吃饭时间生气会影响食欲的，人以食为天，什么事都不如吃饭重要，一定要保持着好心情吃饭。
那样才会吃得香，吃得好，身体就好。你看你都瘦了，我瞧着都心疼。